2009年7月，中国花3.15亿美元从乌克兰订购了4艘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艇。事后，大洋彼岸的美媒乐开了花，他们在评价这次交易时，特别提到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艇是苏联时期的前朝遗老，并恭喜中国又一次被苏联军事装备坑了一回。这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你们买亏了。那我们真的买亏了吗？我看未必。从现实来看，我们不仅没买亏，还用实力反击了美国媒体的嘲笑。那想必有读者会问，中国为何不惜重金购买前苏联的退伍装备？这4艘气垫登陆艇又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要捋清这些疑问，还要从气垫登陆艇的诞生开始讲起。如果问世界军事指挥官，令他们最头疼的作战行动是什么？他们会不约而同地回答：抢滩登陆战。笔者翻了翻资料，发现当时士兵们所用的登陆舰是简易的铁皮船，这些铁皮船行进速度慢，装甲薄，堪称是岸防火力的活靶子，一波下来能顺利抵达滩口的登陆艇不到6成，其余的铁皮艇都跟着士兵们一起石沉大海了。这样的代价可不是一般国家轻易能接受的。为了把两栖登陆作战体系给玩明白，冷战时期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竞相开始研制替代铁皮船的新型登陆艇，竞争针锋相对，剑拔弩张，谁都不服谁。在这样的竞争氛围下，军用气垫登陆艇开始走向历史舞台。气垫登陆艇相较于传统铁皮船有3个优势：一是速度快，2是装甲薄，3是能够直接抵达海滩，不用考虑舰船搁浅问题。若是研究透了，夸张点说，用它来凌波踏浪闯岸滩没问题。于是气垫登陆艇逐渐成为两栖作战的主要装备研究方向。先来看看苏联研发的怎么样。苏联的设计思路是大就是好，好就是大。本着这个原则，70年代的苏联先后研制出赫级和天鹅级气垫登陆艇，最多可搭载2辆主战坦克或50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士兵。但是苏联的优势很快就被美国跟上了。1984年，美国成功研制出了 LCAC 气垫登陆艇，不仅能够满足等量的运输规模，行进速度还要比天鹅级快很多，可从15海里以外发起两栖作战。苏联得知后内心五味杂陈，行，那我们就造个更大的。在列宁格勒造船厂和费奥多西亚造船厂现位于乌克兰的双重努力下，80年代末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艇问世。相较于赫级和天鹅级气垫登陆艇，欧洲野牛运载量提升了1倍，运载舱有一个标准篮球场那么大，最大运载负荷130吨，能够搭载3辆 T80 主战坦克，或8辆步兵战车，或10辆装甲运兵车，或360名全副武装两栖登陆步兵，在关键时候甚至能够搭载500名全副武装的步兵。除了能装，欧洲野牛的第2大优势就是火力猛。船体搭载了2座 AK630 30毫米防空火炮，附加2套22管 MS-227 火型140毫米火箭炮，备弹132枚，可以用作炸平敌军在滩头设置的火力点，具有强大的快速攻击能力。至少在当时看来，欧洲野牛没有辜负它的名字，真的可以称得上野牛。1987年9月，欧洲野牛首舰顺利完成了航行试验，在欧洲和亚洲引起了不小轰动。其中希腊率先订购了4艘欧洲野牛，亚洲也相继出现了多笔订单。这一次美国没有跟住，美媒还嘲笑希腊是超级大怨种。瞧瞧，这酸味扑面而来。但我仔细翻了翻资料，发现美国这么评价也有点来头。接下来就该讲一讲欧洲野牛的缺点了。首先，气垫登陆艇并不是体积越大越好，欧洲野牛虽然很能装，但所存问题不小。其一，欧洲野牛舰体两侧分别配置了生活舱和弹药舱配置，这导致主要运输舱需要极低的重心才能够将整个船体配平。运送主战坦克自然没事，但当运送重心较高的步兵和装甲车时，船体就会出现摇摆颠簸甚至侧翻的风险。其二，大体积也意味着行进速度慢，在岸防反舰导弹高度发展的今天，慢速的气垫登陆艇更容易成为岸防火力的靶船，极有可能造成得不偿失的后果。其三，也是最重要的，由于欧洲野牛体型过于庞大，一般的海军运输舰根本装不进去，因此欧洲野牛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远洋登陆作战，只能进行陆地的短程抢滩登陆。换句话说，苏联造的大玩具根本威胁不到美国本土。大概苏联也自己意识到了它的弱点，并没有大规模量产。直到苏联解体之前，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艇在苏联的最高服役数量也仅有20到30艘。那问题来了，既然欧洲野牛有这么多致命的缺点，又是前苏联的老古董，为何我国还要在09年花3.15亿美元从乌克兰订购4艘呢？不可否认，在订购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艇之前，国产的气垫登陆艇遇到了研发瓶颈。虽然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
我国就开始自主研发气垫登陆艇，并相继研制出716和722系列气垫登陆艇。但因发动机等技术短板，这两个型号的气垫登陆艇均无法大规模进行量产。直到1992年，才有一款气垫登陆艇724型真正实现量产。它重约6吨多，能运载9名海军陆战队员，配备有一挺 12.7 毫米口径机枪。但由于技术限制，724型气垫登陆艇仍难以满足速度快、装得多等登陆作战的核心需求。在21世纪之前，中国气垫登陆艇的研究速度只能用艰苦来形容。千禧年后，为了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海上威胁，中国海军不能再等了。因此，为了突破技术瓶颈，我国早在2009年订购了4艘欧洲野牛大型气垫登陆艇，花3.15亿美元购买前苏联退伍的军事装备，在今天看来都觉得贵，更甭提在当年了。但笔者想说，这3.15亿美元确实没白花。因为我们买的不仅仅是气垫艇，买的更是技术。从乌克兰订购的这4艘欧洲野牛气垫艇中，还包括了气垫艇的详细数据和设计图纸。因此，这4艘有其中2艘是乌克兰原产的，另外2艘则是在我国境内自主生产的。正所谓有钱用在刀刃上。从中国的海军发展上来看，3亿美元买一项技术值。想必有读者会疑问，巨型气垫登陆艇不适用于远洋作战，那我们还要它干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先带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在60吨满载燃油情况下，欧洲野牛最高行程可达300海里，大约是555公里，而从中国福建省到东南某岛的直线距离只有150公里。我国海军海上防御的主要战略方向正是东南沿海，在这样的防御半径下，欧洲野牛气垫登陆艇足以实现在两岸来回的运兵任务，能够充分保障海军陆军的协同作战能力。这时候有人会问了，就这几艘，这也不够啊。是的，的确不够。中国在生产完2艘欧洲野牛后便停止了对其生产，而接下来的纯国产726型气垫登陆艇才是真正的国之利器。726型气垫登陆艇绰号野马，是由江南造船厂建造，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研制开发的新一代中型气垫登陆艇。该气垫登陆艇于2009年12月下水，2010年正式服役，总排水量约为150到160吨，最高时速可达60到80节，最大装载重量约50吨，可搭载1辆2栖突击战车、2辆2栖步兵战车以及陆战队员80名。从规模上看，726型气垫登陆艇仅仅是欧洲野牛的1/3，但在速度和实用性上，它无限接近于美国的 LCAC 型气垫登陆艇，甚至在某些性能上已经超过了 LCAC 型气垫登陆艇。值得一提的是，从开工到726型气垫登陆艇下水，整个周期时间才不到半年。726型气垫登陆艇问世后，首次一共生产了3艘，均服役于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并随998昆仑山号船坞登陆舰参加了亚丁湾的护航任务，在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体积较小，726型气垫登陆艇是可以被运输船搭载的，这意味着摆脱了欧洲野牛的局限性。从此726型气垫登陆艇成为我国2栖登陆作战的代名词之一。到了这里，我们再也没能看到美媒在这一方面发声音了，不为别的，因为726型气垫登陆艇真的会对美国造成威胁。不过到目前为止，726型气垫登陆艇仍然没有实现大规模服役，并不是我们造船厂能力不行，而是因为暂时还不需要那么多气垫登陆艇。凭借着我国目前的造船水平，一旦马力全开，海洋上就会一批一批的下野马饺子。必须得承认，中国海军有一段时间的确落后美苏，为此我们的领海安全也多次遭受到威胁，但这只是暂时的。从现在来看，中国海军已经出现了新气象。2022年，中国海军实力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2大海军强国，与美军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小。至少对于现在的中国海军而言，我们不需要像美国一样在世界各国宣传海上霸权，我们需要的是用强力的海军力量来维护国家的安全。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用100年惨痛的教训总结出的经验。承认暂时的落后，获得长远的胜利，才是中国国防力量保护向前的动力。最后笔者以这句话做结尾：任凭美国笑，海洋沙场见分晓；任凭美国笑，中国海军永闪耀。巴西，一个与我们隔着地心相望的国度，在国人的印象中无外乎热情奔放的桑巴舞、独树一帜的足球风格，有地球之肺之称的亚马逊雨林，以及那位性格特质和特朗普尤为相似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博索纳罗称得上是极右派政治野心家，也是巴西极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从籍籍无名的陆军军官到登上总统宝座，这位热带特朗普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何饱受争议的他会被推向总统宝座呢？1955年3月21日，博索纳罗出生于巴西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是德国和意大利裔混血，土生土长的巴西白人。
父亲是没有行医资质，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整日游走于小镇之间的江湖牙医。母亲则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生养了6个孩子，一家子生活很是拮据。当时巴西政局动荡不安，大量巴西人离开故土远赴他乡，社会底层贫困家庭的孩子甚至没有机会享受正规教育。作为家庭的中坚力量，父亲迫切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以此养家糊口，同时也为了孩子们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为此博索纳罗一家只得不停地搬家，四处漂泊。在离开故土时，年幼的博索纳罗心中有诸多不舍和迷茫，他想不明白为什么父亲总是搬家，平日里也总是叹气。直至1966年，一家人才在埃尔多拉多定居下来。这是一座位于圣保罗以南，素有巴西香蕉中心之称的安谧小城，也是圣保罗最大的贫民区。博索纳罗大多数的童年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由于父亲脾气暴躁，喜欢喝酒和呵斥孩子，为此博索纳罗与父亲相处不来，他眼中的父亲就是一个酒鬼。为此，年少的博索纳罗性格是内向而腼腆的，他不喜欢用拳头和暴力说话，也几乎不怎么和父亲说话，更不寄希望父亲会改变什么，他只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改变命运。1970年，巴西正处于军人政府统治时期，当时一支巴西军队来到埃尔多拉多，寻找反独裁游击队的踪迹，他们挨家挨户，甚至还深入丛林搜寻其藏身处。年少的博索纳罗被这番场景震撼到了，这唤醒了他心中压抑已久的激情。年仅15岁的他居然还主动提出帮助士兵寻找的想法。他意识到只有牢牢掌握实权，才能使他人听从于自己。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崇拜军人，向往军旅生活，渴望通过从军改变命运。同时，这也为他日后成为军事独裁政权的民主派代表之一奠定了基础。3年后，刚满18岁的博索纳罗被巴西约州一所陆军预备役学校录取，不久后又转入巴西大名鼎鼎的军事学院黑针军事学院。该学院素有巴西西点军校之称，当时仍处于军人政权时期。为此，博索纳罗在军校接受军事训练期间，深受军队保守思想的影响，其性格逐渐由腼腆不爱说话，变得桀骜不驯，爱出风头。1985年，巴西结束长达21年的军事独裁统治，重归民主体制。彼时，不少曾遭遇过军政府统治之伤的民众开始对军人群体进行反攻倒算，其地位和待遇也被大幅缩减。没多久，巴西知名杂志《请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控诉了军校学员在部队的津贴过低，试图为低级别军官寻求更好待遇，同时还就军队内部的等级制度问题加以抨击，声称许多军官被迫复员，并非因行为失当，而是因为裁减预算。而这篇文章则是由博索纳罗所撰写。博索纳罗的这番大胆言论颇有几分军队愤青的意味，但这却直接遭到了上级的震怒与斥责。最终，军事法庭以不服从军队管理、有意制造动乱为由，将博索纳罗禁闭2周。此后又服役多年，他也只晋升到陆军上尉。这在野心勃勃、领导欲十足的博索纳罗眼中，实在登不上台面。戏剧化的是，虽然博索纳罗的过激言论不招上级喜欢，但却使他获得了同僚的拥护。在当时对民主政治体制不看好的右翼中，博索纳罗一下成了敢于仗义直言的代表性人物。从某种角度而言，博索纳罗也算是因祸得福，不但从中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还为自己日后参与政治事务铺了路。1988年，卸甲归田后，博索纳罗以基督教民主党人的身份当选为里约热内卢市议员，开启政治生涯。这是他第一次因过激言论而尝到甜头，而这招也逐渐成为他日后驰骋政坛的杀手锏。在担任市议员期间，博索纳罗以行为鲁莽、大嘴巴而闻名。他经常和同僚们争执，所受到的纪律处分比任何一位同僚都多。好在因他持右翼保守立场，所以颇受教会支持。1990年，博索纳罗成功当选巴西国会众议员，之后又连续6次赢得连任，任职长达30余年。在任期间，他致力于为军人争取福利、改善社会治安等议题，成功从一个政治小白修炼成资深老牌政客。时间很快便来到2002年，那年工人与工会出身的卢拉当选为巴西总统，由他所领导的劳工党成为巴西史上首个执政的工人政党，已发展为巴西左翼力量最重要的政治代表。而彼时，博索纳罗却始终在政治后排坐冷板凳，其政治影响力几乎微乎其微。在任国会议员期间，他至少提出过170多项议案及一份宪法修正案，但最终实际被通过的只有2个。此外，他还曾3次参加众议长竞选，但均铩羽而归。直到2014年，作为昔日的拉美经济巨头，巴西正面临一场自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危机，萧条持续了3年之久。
在这期间，不少昔日政商精英因反腐而成阶下囚，劳工党总统罗塞夫也或遭弹劾。昔日主流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开始由盛转衰，政治力量或出现进一步的深度洗牌，而这一切博索纳罗都看在眼里。历经10余年的军旅生涯，近30年的议员生涯，政绩平平却野心勃勃的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成为巴西总统。事实上，为了能够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自1990年以来，博索纳罗就曾8度更换政党，且均非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党派。这一方面与他本身反复无常的个性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他奉行积极右翼的政治主张有关。毕竟很少党派能长期接纳这么一位脸皮之厚、嘴炮之利的二班人物。而现在博索纳罗没有强大政党依靠时，其重大决策则主要倚重家人、朋友及军队同事。最终，博索纳罗于2018年1月落脚在巴西一个右翼小党社会自由党。6个月后，他被正式提名为社会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在大选初期，从政资历寡淡的博索纳罗并不被看好，他在一些社会敏感议题上发表过一些不当言论，这致使他不断受到质疑，甚至外界还一度将他称之为政治局外人。但鉴于当时巴西正面临政局动荡、经济局势恶化、社会治安堪忧、政坛频现腐败等多重难题，为此不少巴西选民对长期执政的劳工党产生了质疑和不满，并开始厌恶只会开空头支票的传统政客，也厌烦了眼下越过越糟的生活。他们希望能通过选择新的政治力量来寻求改变，而这恰给博索纳罗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上位机会。因为在参与总统角逐的10余名候选人中，航母出身的博索纳罗是唯一一位背景干净、两袖清风、未卷入腐败丑闻的候选人，堪称一股政坛清流。而且在竞选期间，他承诺当选后将重点振兴经济、严惩腐败，大力整顿社会治安，以及赋予警方更大的执法权等。可以说，选民诉求和下怀之后，博索纳罗的支持率开始大幅反弹，节节攀升。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彼时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终于走上了大舞台。2018年10月28日，博索纳罗成功当选为巴西新一任总统，实现了从部级军人到资深议员再到黑马总统的逆袭。倘若时光倒流，怕是连博索纳罗自己也没能预计到有一天他会登上权力巅峰。从某种角度而言，博索纳罗的崛起路线和特朗普颇为相似，两人都是在没有主流政党支持、没有高频媒体曝光、没有深厚政治根基的背景下，以黑马姿态当选为一国总统。更巧合的是，博索纳罗极为推崇特朗普，他的竞选理念巴西高于一切，与特朗普竞选时所宣扬的美国优先也是如出一辙。为此，博索纳罗还一度被外界称之为热带特朗普。至于这位巴西极右派的政治野心家，给位列世界金砖5国之一的南美大国巴西带来的究竟是剔除陈疴，如他在竞选时所言，改变巴西的命运，还是掏空民主制度，回归独裁统治，还尚待时间给出答案。